珊珊，今天这期影片，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何让你原来就非常聪明的脑子变得更加聪明。哦，那这个可以啊，是感兴趣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刚好最近看到一篇最新的实验报道啊，它其实里面有说，我等一下就跟你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肠道。相信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我们身体里95%的血清素都来自于我们的肠道。血清素这个东西啊，跟多巴胺还不太一样，它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幸福感？是的。多巴胺是什么？快乐？是那种刺激、开心、刺激、开心、娱乐的那种感觉。但是血清素不一样，血清素会给你带来那种平静感。但这两者很像吗？不太像，一个是非常刺激爽的感觉，多巴胺是那种平静的幸福感。多巴胺？血清素，血清素。好的。然后同时肠道还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运行系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心情好和不好，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你的肠道，所以它也才被我们称之为人类的第二大脑。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我们今天才聊这个事情就有点肤浅了。因为就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全球顶级期刊 PNAS 上有人发表了一篇关于肠道菌群和大脑塑造有必然联系的实验报告。我当时看完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确实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肠道被我们认为是我们人类第二大脑，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它竟然可以影响我们的脑子，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确实。为什么？就是因为肠道舒服了之后，大脑就会舒服吗？就是我们之前刚才提的嘛，这篇报道里面就有说，是吗？你如果吃得多的话，吃得好的话，你的脑子会变得更聪明。但是也会变胖。是的，是的，因为我有过。你听我说完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们特地找了一批刚刚出生的小白鼠。这个时候的小白鼠，它们肠道里没有任何的细菌，所以他们就把人类的肠道的细菌植入到这批小白鼠的肚子里。结果8周以后，他们就开始发现，这批小白鼠的脑子开始慢慢按照我们人类的方式开始发展。它的学习方式、它的记忆力，包括它的大脑产生能量的开关，全部都一下子打开，跟我们人类的发育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很奇怪吧？就他们一下子变聪明了。那你怎么看得出他聪明呢？他们就根据这个小白鼠的行为模式嘛。他去找食物的方式，包括他跟其他小白鼠做社交的方式，还有他们其实也监控了这个小白鼠的脑子，他们的大脑皮层的思维方式、电流跟我们人类很像。都不一样。对，这个就非常神奇啊。然后他们又换了同一批条件一样的小老鼠。他们在他们的肚子里植入了猕猴的菌群，结果他们就发现这批小白鼠的脑子就开始出现各种情感障碍、记忆力衰退，甚至还出现了 ADHD 和自闭症的特征。为什么？因为猴子的心情和什么？就因为猴子的大脑的发育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高。放到小白鼠身上，他们就开始各种记忆力衰退。那肯定也比小白鼠高一点的。小白鼠其实很聪明的。是吗？真的。所以你看啊，他们只是换了一批肠道的细菌，脑子的发育模式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什么？意味着我们过去可能只是觉得肠道里面的细菌最多影响我们一些食物消化。或者它不舒服了，可能只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今天我们就发现，这个家伙竟然会影响我们的脑子。是啊，太不可思议了。是的。那以后还是多吃点吧，吃好一点。吃好一点。随后啊，他们为了进一步的验证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进行了一次为期10年的大规模追踪。这么久啊？是超久的。他们跟踪了将近4000名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一直追踪到他9岁。那蛮久的。是的，他们比较的对象就是顺产和剖腹产的孩子，在学习上到底有没有差距？为什么是顺产和剖腹产呢？对，因为顺产的孩子他们会经过母亲的整个肠道，包括下体，所以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所有的菌群都会侵入到孩子的口腔和身体，所以他会继承母亲身上的菌体。但是剖腹产它不会经过这一道，直接给它拎出来，直接拎出来了，所以会有差距。结果他们就发现，顺产的孩子比剖腹产的孩子成绩高了10%。10%？是这么高吗？对，差距还挺大的。
对。不过说到这里，现在大家都会觉得，那剖腹产的孩子怎么办？对呀。难道一辈子就比别人差一点吗？是啊。这个还真的有很多人去研究了补救措施。补救措施。就在2023年，有一批科学家专门就找了68个因为意外剖腹产出生的孩子。然后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马上用母亲下体的菌群，补充到他们身上。他们用了一块纱布，在母亲的身上擦了一点菌群之后，放在孩子的嘴里和涂抹他们的全身。真的？真的。不知道是最近才开始做的嘛，在23年才开始做的嘛。结果追踪了6个月以后他们发现这批补充了菌群的孩子神经发育速度明显高于那些没有补充的孩子。这么神奇啊！是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纱布的差距，可能就真的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速度。那这些医生都知道吗？现在应该有很多医生都知道了，因为他确实这篇报道有被。那他们都会做吗？因为你这个小孩子以后聪明一点。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呀。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里面，如果最近有生育的计划的话，但是又不可避免的只能剖腹产，那大家不妨提醒一下你们的医生，让他们多做这一步，真的可以非常有效的保护你们的孩子。好了，我们说回来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更加注重肠道的健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脑子呢？是啊。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是真的可以，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肠子里的菌群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结果表示，只要我们服用了特定的益生菌之后，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有明显的提升。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菌群被破坏，比如说节食减肥、熬夜或者吃了一些什么不干净的食物，那这段时间我们就会变得浑浑噩噩的，我们不知道每天在干什么。包括你的记忆力也会直线下降。因为身体给出了信号，是吗？对，因为你的菌群不健康了，所以你的脑子也开始不好了。那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会节食减肥减了好多斤，几十斤。这么高啊！然后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好像没有那么冲亮呢，咱也不知道为啥。那让他吃点益生菌吧。好的。然后2024年，英国的伦敦学院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找来了36对双胞胎，年龄差不多在60岁左右，然后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每天吃益生元的粉末，然后另外一个不吃。结果持续了12周，他们发现吃的那组人记忆力和反应速度明显比不吃的那组高了超级多。真的？是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做的那组实验是用来检测阿尔兹海默症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家里如果有60岁以上的父母的话，那多建议他们吃一些益生元。可以避免一点。是的。我们也可以吃起来了呀。然后是可以吃起来了。我这里再给你普及一个冷知识。我刚才有说到益生菌和益生元。对呀，有什么区别？对，它们其实是有区别的。益生菌其实就是我们吃下去的活的细菌，然后快速补充到你的肠道里面，让你的肠道尽快的恢复健康。怪不得有的那种拉肚子或者是什么，就吃点益生菌就好了。是的，益生元呢，它不能直接被我们自己吸收，但是它可以被我们肠道里面的细菌去吸收。它类似细菌的一些养料那种。对，就是自己才能吸收的那些东西。益生菌就类似快速补充，给它补充点细菌。对，但是这些细菌可能不是你自己的。是外面的。是的。那肯定还是益生元好一点呢。理论上是。那小孩子可以吗？应该可以吧。因为毕竟吃了肯定没坏处嘛。对的。所以我觉得2026年这篇对肠道的实验报告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它起码让我知道保护好我的肠子，就是保护好我的脑子，也保护了健康呀。是。然后结合这个报告，其实我也不禁有个联想。我们的脑子为什么脑容量会突然这么高？你看，跟我们人类基因有99%相似的黑猩猩，脑容量只有我们的1/3。那差距很大。是的。这件事其实一直在生物界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因为光靠这1%的基因差距很难解释我们脑容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对。但是结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实验来看，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体内的细菌跟他们不一样，然后突然有一天噌长脑子了？也有可能。当然这也只是我们个人的观点。不过这个实验报告出来以后，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很大。
因为将来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说去治疗 ADHD 或者是自闭症的一些方案啊，对，可以从肠道去入手。阿尔海斯症是的，甚至我们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更加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和判断力。起码对我来说很有用的，因为起码我知道怎么补脑子了。好的。我们这么大了还能补啊？能补，真的对我们的脑子是有用的。好的。然后我最后跟你说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是有点重口味的实验。重口味的实验？有一个实验团队把老年的小白鼠的菌群移植到了比较年轻的小白鼠的身体里面。结果他们就发现那些年轻的小白鼠脑子突然就快速退化。脑子？对。那肯定是有关联的。是的。然后反过来，他们把年轻的小白鼠的菌群植入到老年的那些小白鼠的身上。那些小白鼠明显变得更加聪明了，它的大脑恢复了很多，但它的体力还是没办法跟得上呀。它的体力也明显升上了。真的啊？是的。我像换了个身体一样的呀。也不至于换身体了，就是慢慢的在变好。而且更加惊人的是，我们人类其实也有类似的案例。有一个71岁得了帕金森的老人，他的手一直在抖嘛。结果做了粪便移植的手术，他的手抖竟然神奇的消失了。然后就一点都不抖了。也没有不抖吧，他2个月以后又开始抖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不是他自己的呀，他只做了移植嘛。所以你想想，我们老了以后，可能不一定是靠吃药，有可能是靠年轻人的一些。不会吧？起码实验报告是看起来是对的。那就真的有人这样去做吗？现在有很多已经开始了。应该说欧洲吧，有很多这样的人然后这样子就能让我们的脑子重新转起来。那也不是不可以呢。我感觉我们这期里面有点味道，真的有点味道，突然有点味道了，怎么办？所以提前保护好我们的肠道比什么都重要。是的。医生也开始吃起来，可以吃起来了。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好，拜拜。拜拜。